欢迎来到全球智库报告解读的周报栏目。本期周报将为你介绍世界主要智库最近出台的3篇报告。第一篇，加拿大智库指出南亚和东南亚新兴制造中心仍然高度依赖中国。第二篇，美国智库称中间走廊构想仍然面临较大的挑战。第三篇，欧洲智库称中国明显加强对印太地区的人道主义救援和救灾的力度。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篇。加拿大亚太基金会3月14日出台了一份报告，题目是在去风险面前，中国仍保持在全球手机供应链中的地位。这篇报告说近年来不少跨国企业将制造业从中国迁出。实际上2010年左右，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这个进程就已经开始了。在过去5年里，由于中美贸易争端、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这一进程进一步加快。这一点在智能手机领域体现了非常明显。报告说中国2015年智能手机出口13亿部，达到峰值。到2022年，这个数量下降到了 8.22 亿部，下降幅度超过1/3。根据预测到2025年，中国在全球手机生产中占的份额可能还要继续下降5到15个百分点。那这些生产能力迁到哪里呢？主要是印度和越南。报告以苹果手机为例，2012年，苹果在中国的制造能力占它全球制造能力的 40%， 到2022年的时候，这个比例已经不到 30%。与此同时印度、越南和泰国的工厂占苹果全球制造能力的比例从2012年的 3% 上升到了2022年的 10%。另外，三星在2019年关闭了在中国的最后一家手机工厂。现在越南是三星的制造中心，为它生产超过 50% 的手机。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在智能手机领域的地位发生动摇呢？报告认为不能这么说。中国在全球智能手机行业的地位仍然体现出了很大韧性。首先从总的制造数量来看2022年中国仍然占了全球手机制造总量的 70% 以上。其次从迁出的产能来看，主要是价值较低的组装环节外流，而高端核心制造阶段，比如生产半导体显示器和触摸屏，大多留在中国境内。而且中国有熟练的劳动力、强大的国内供应商网络和日益数字化的工业基础设施，与区域竞争对手相比每年可以节省 20% 到 50% 的成本。另外像印度、越南这些新兴的制造中心仍然高度依赖中国。2023年，中国仍然是越南最大的零部件来源国，手机零部件 90% 以上从中国进口。印度的情况也是一样，2023年从中国进口的电机和零部件达到276亿美元。印度唯一的本土 iPhone 组装商，也就是塔塔电子大约有 90% 的零部件来自中国。所以越南制造和印度制造的手机仍然严重依赖从中国进口。报告说中国企业还通过在海外建厂等途径加大对其他国家制造业的渗透。许多中国企业正积极在越南、印度等国建立新工厂，以继续有效和经济地为客户提供组件。特别是越南已经成为吸引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与2021年同期相比越南2022年前11个月来自中国，包括中国香港的注册资本流入翻了一番，达到82亿美元。中国智能手机供应商和制造商是主要投资者之一。比如有2家中国企业是苹果重要的供应商，他们已经在越南分别投入了6亿和3亿美元。报告认为，这些都表明将制造业从中国迁移不足以削弱中国企业在一体化供应链中的影响力。总的来看，这篇报告的分析还是比较深入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观察当前全球供应链的重组情况。好，我们接着看第二篇。美国兰德公司3月12日出台了一份报告，题目是中间走廊：全球商业的复兴。我们在第5期周报里就介绍过中间走廊这个概念。中间走廊就是相对于经过俄罗斯到欧洲的北方走廊而言的，通过中亚、中东到达欧洲。这篇报告认为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北方走廊的运输量就明显下降。在2022年已经出现大幅下降的情况下，2023年北方走廊的西向运输量又下降了 51%。另外，随着胡塞武装红海袭击事件的增加，原来经过红海和苏伊士运河的海运路线也变得不再可靠，一些企业宁愿绕到南非的好望角。
据统计，90%的集装箱船已经改从好望角走。这样的话呢，从东亚到欧洲要增加10天的航程。有的企业用空运，这样的话花费是从苏伊士运河走的15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间走廊的价值就越来越突出。2023年初，经中间走廊运输的货物总量呢，超过了100万吨，比2022年同期呢增长了将近65%。那中间走廊的价值和优势到底体现在哪里呢？报告说首先当然是更加安全，而且呢可以大大缩短运输时间。从东亚经过中间走廊到欧洲，预计的运输时间为14到18天，而穿越俄罗斯的航程呢为19天，从红海的苏伊士运河走的时间那就更长了。其次，中间走廊还有可能呢改善整个中亚的经济机会。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各国政府呢正在寻求使劳务移民目的地多样化的方法。欧盟和各种国际机构的重新投资可能会为整个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劳动力移民呢提供一种流动途径，从而呢鼓励沿线加强跨国合作。第三，中间走廊沿线货运量的增加呢将增加相关过境费的收入，有利于沿线国家经济。这里报告还举了埃及的例子，说2021年埃及因为苏伊士运河的通行呢收了63亿美元的过境费，所以这笔资金还是相当可观的。然而，尽管中间走廊的发展前景很好，但是呢要成为现有贸易路线的战略替代方案呢还面临较大的挑战。首先是安全方面，报告认为呢目前中间走廊沿途的摩擦和冲突点呢相对较少，最大的摩擦点就是俄乌冲突有可能进一步蔓延到整个黑海海域。不过呢，这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到高加索地区的陆地路线来缓解。这个地区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主要在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这两个外高加索国家之间的摩擦，另外呢，还有来自俄罗斯的不确定性。另一个大的挑战就是市场的习惯，因为和中间走廊相比原有的红海航道一直是商业运输的主要通道。即使运输公司选择避开苏伊士运河，但绕到非洲南端的航线呢，仍然比穿越中间走廊更加熟悉。这种熟悉程度加上完善的基础设施呢，巩固了现有海上航线的主导地位。应该说，这段时间谈到中间走廊的报告不少，欧洲方面呢也在加强这一方向的投资。未来可能在中间走廊的议题上呢，会有更多的较量与合作，值得我们关注。好，最后我们简单看一下第3篇。欧洲对外关系理事会3月13日出台了一份报告，题目是援助竞争，印太地区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的地缘政治。核心观点呢包括3条。第一，印太地区救灾工作正在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重要领域之一。报告说印太地区呢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影响，依赖美国、中国、欧盟和其他国际行为体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在当前的局势下，这类行动呢正在从援助提供国之间的合作活动转变为争夺影响力的竞争。第二，中美中印在印太救灾领域呢是主要的竞争关系。报告说美国是这一地区救灾的主要参与者。从1991年到2024年，美军在大约17个印太国家应对了大约40起自然灾害。现在中国的参与度也在上升。2002年到2019年期间呢，应对了13个印太国家的16次自然灾害，主要集中在北印度洋地区。中美印在这些国家的救灾问题上呢，也形成了直接的竞争。第三，欧盟也要加大在这一领域的参与和能力这一点就不用展开了。应该说，抢险救灾呢本身是国际合作的重点，但国家间的较量从来也免不了。这篇报告的判断很可能是符合现实的，那就是今后在这个方面的合作会越来越困难，竞争可能越来越明显。好，本期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周一再见。